今天莲娜上学了，现在是中午，然后呢又看不了监控，我们就来这个水塘边的这个废墟房子这里，来这里坐一会儿，然后呢有一些想法想聊一聊。什么想法？哎，有人骑摩托车来钓鱼的。钓鱼吗？嗯。鱼竿在桶里面。这期影片说话节奏可能会比较慢哈。其实呢，这样子我感觉更自然一点，因为说太快了呢，人会紧张。说慢了又有些人说我们说话的结巴。我看到这个评论不止一次了，所以呢，尽量自然一点吧，慢一点也没事了，大家多多谅解。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房子吧。首先，现在我们坐的这个地方是私人的一个土地，他家呢也是荒废的。这个房子占了这个私人的土地一个房间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房子的另一半是占着这个集体的土地。所以呢，昨天我们找了这个村民，这个土地的村民聊了他也是愿意租的。20年的话就是2000块钱这个土地。然后呢，房子呢，昨天晚上也跟罗叔讲好了，就是他呢仍然想卖，他愿意8000卖给我们。因为我想他为什么想卖？因为他的房子在的不是他家的地上，在的是别人的地上。在别人地上呢，别人会想着拆掉，是吧？他也怕这样子，因为别人拆掉了他就损失了。当初他花1万块钱跟养鱼的人把房子买来的。当初养鱼的人在这里建房呢，也是租人家的这个村民的土地，然后呢租这个鱼塘，然后才建起来的。那这个鱼塘那时候租是跟谁租啊？是跟集体。所以呢，这房子的另一半那边也是集体的土地。集体是谁呀？集体也就是说这个村的所有人。那他们收钱给谁收啊？他们会有人来代表，他们会通过大家的商量，然后会找出一个人来代表收这个钱。那这个钱呢，不一定分给那些所有人，不一定分给村民们。他们呢会有人在掌控这个钱，这个钱呢可以用在这个村的一些集体事项。比如说这个村呢它有很多的桌子还有椅子，是准备给那些村里的人办酒用的。村里有人办酒什么的呢，就可以去拿集体的那个桌子椅子来用。那这些桌子椅子呢，它是需要钱买的。那这个钱呢，如果叫村民们把钱凑一起，那有些人愿意凑，有些人会不愿意凑。那所以呢，租这些土地和这个鱼塘出集体的这种呢，这个钱呢，他们就可以这样子用。所以说也是很合理的。在这个上面这里有一条路嘛，路下来呢，也就是只有这一块是私人的，那边是集体的。然后这房子就是罗叔的。如果我们租这块地，然后也租那个集体的地，再跟罗叔买这个房子，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纠纷了，在路的下面没有任何的纠纷了。那罗叔都把那些集体的村民来把他的房子给拆了，你不害怕吗？他不是怕集体的人把他房子拆了，他是觉得这房子不是在他的地上，他不安心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也得是私人的嘛，是不是？是村民的嘛，那他也得顾虑这个。在集体上面那个他反而不顾虑的，因为他觉得没有人
敢猜敢说这个地是他家的，就是因为它是集体的原因，所以呢就是这么个情况。我想罗叔啊为什么会一直想卖哈，就是这个原因，就是能少损失就少损失一点嘛，因为他花1万块钱买这个房子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对，能回点本就是回点本，这个意思。但是呢，这个罗叔哈，他有个问题就是挺害怕签合同的，看他的样子挺害怕签合同的，因为他知道啊，买卖房子是不合法的啊，因为不办理什么登记啊什么的，所以呢，他就顾虑挺多的，他就只想着啊，拿钱给他就可以了，直接贷，无所谓在意随便贷的，他就那个意思。但是呢，我们说还是要签合同。签合同呢会有一点点的保障吧。怎么说啊？买房子单独买房子这个框架啊，就算不办证呢，签合同也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法律效益的。土地呢，我们不实质交易就行了，是不是？最严格的呢，就是土地不能交易，不能买卖，最严格的是这个而已的。房子呢，它就像一个商品，它就像一辆车，停在这个土地上面，它就这个意思啊。我们买了，当然了，我们也要承担这个后面被拆的这个风险。当然，一般谁会拆呢？也就是只有国家征收啊这种的。但是如果你买了，国家征收，他钱也只能给到我们了，是不是啊？罗叔也没办法给到罗叔了，因为他也没有证啊什么的。而且呢，我们买呢，很多人，不说很多人吧，就是我们有合同可以证明这房子是我们的。对，如果不签合同的话，我们证明不了房子是我们的。对，私下交易的话，对我们一点都不利。对，所以呢，房子是可以买的。地呢我们就不买了，租就行了。到期了之后呢，看情况，如果可以我们就续租，不可以呢就不续租了，就这样。我们准备了2份合同，就是这个房子。如果就是买房子的合同他不愿意签嘛，那我们就租。对，今天晚上准备来跟他们签合同，跟这个土地的村民签，跟集体的代表人签，然后跟罗叔签。罗叔这个呢是买卖的，是吧？一开始他先说的是买卖啊，然后我就准备了买卖的合同。如果他不签呢，那就签租赁的合同。我也准备了租赁的合同，租赁呢也租20年，但是租赁的话价格得少了，得降咯，至少降1半咯。所以我们打算20年，租20年的话，这房子是4000块钱。这个房子呢，不管是买还是租，我们合同都是要签的。这个地上呢，也是要签的那个村民呢，也能接受签的，所以呢，今天就要签了。集体呢，他们要找个集体的代表人来签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啊？今天晚上再来找他们，再拿合同来找他们。好团结啊，他们，你不觉得吗？去哪里都一堆一堆的，一群一群的。我感觉这个房子不管是租还是买都挺划算的。对呀，我也觉得很划算。很多的网友呢也看出划算了，哪怕是租20年，12000，很多人都感觉还是划算，因为20年，比如是1万你看10年就是5000，一年呢就是500块钱，你可以在一个房子，然后还有这么大的一块地吧，然后呢环境也好，
然后罗叔家呢也有那块地可以免费让我们种，而且这里呢也可以稍微做一些生意，小生意。我也是这样子想的，因为经常有很多人来这里放松嘛。对。然后我们可以卖一些小吃啊，这种。连炒饭都有生意了，像罗叔家，他们20年前就开始在这里炒饭卖了。有人来钓鱼啊什么的，需要炒饭，他们都从他老家那边炒了拿过来，是吧？现在仍然有这个需求。就像昨天呢，我和大舅哥来到这里，都有人在那里做烧烤吃。一家人来野炊，还是不错的啊，还是很完美的。这里有山有水，主要是房租也便宜。对。然后呢，别人也会来这里玩，我们又可以住，又可以做点小生意。离城里又近哦。啊。去城里呢，也就10来分钟就到了。老爸不会来住这里啊，先声明一下，可能会偶尔来这里玩，偶尔来跟这些钓鱼的人聊天这样子。除非呢要在家里面做好卫生间，在房间里面做好卫生间，上厕所直接在房间里面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出来呢活动范围又不大的话，是可以的。前提是得把这里弄得和城里的那个房子一样。对，在城里的房子里面的那个舒适度一样。然后出来呢，又比在城里的出来舒服。老爸在城里他都不出门了，都是在家的。对。我感觉他要是来这里，如果是打造好了来这里，我感觉这里比城里面更舒服，更好。对，你看，要是在房间里面弄厕所，然后呢，这个门口到坝子，这个门前的这个坝子，我们弄一样平，不弄台阶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搞得有护栏，这些呢都是弄平，不搞任何的台阶。真的会比城里还舒服。看他愿不愿意来吧，反正我们搞好了嘛，我们会带他来这里的。对。他满意了就在，不满意呢就在城里。对。我们为什么就很想过这种生活？就想远离素质低的人吧。哎呀。还是少说一点这种越描越黑的话吧，反正很多人都觉得少说一点。就想隐居啊，就不想就想独来独往啊。也就是这个意思。不想攀比啊，就想过轻松的生活。 20年呢还是不错的，还是可以的，是吧？就连那个罗叔都在顾虑自己能不能活够20年。昨天晚上聊那个合同的时候，他就想卖嘛，因为租的话，你看他也怕自己活不到20年以后，然后呢，房子价值没回来。他人也不在了，要是他人不在了，根本就没有人管，他小孩也不会管，他们忙那个饭店的事就已经很忙了。 相当于就会直接亏1万块钱，所以他就想一次性卖了。但是合同又不敢签，卖8间他就归2间嘛。看他愿不愿意签了，今天晚上其实签还是没事的，就像买车卖车一样而已的。你看一辆车都好几万块钱了，房子也就1万块，是吧？那随便他了，主要是看他愿意。看他签看他卖还是租，反正都是要签合同的。 今天晚上再看了。我们要求也很简单的，就想着一家人，简简单单、幸幸福福这样子生活，在这种环境生活，要求不高的。要求是简单。我们并不羡慕那种住在大别墅里面，然后1个月的物业费上1000块，停车费上几千块。 然后呢，还要请个保姆或者是园丁来打理这个
大豪宅，然后呢就各种各样的费用，每个月的固定支出都很高昂的那种，我们并不羡慕那种，因为人呢，有收入还好，你要是没收入呢？对，因为人呢他不能保证永远都是有这么高的收入，对吧？像我们在这种地方生活，没有收入我们都不会害怕，对，都会很幸福。嗯。